居好生活，欢迎收看设计家新闻台的综合整理报道。后疫情时代，大部分的人开始在家从事更多元的活动，像是阅读、运动、休闲或游戏。能有效满足这些需求的多功能房，就成为了有装修需求的人最想拥有的空间之一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来看到5位室内设计师的5个小秘诀，一起来学习如何通过格局改造，打造机能丰富的多功能房吧。秘诀1：客房间健身房。40坪老屋不仅格局拥挤、采光不佳，更有压迫的 T 字大梁，同时缺少了居家健身的区域。适应设计的设计师李佳颖，该如何改善格局问题呢？我们在1楼规划了一个健身空间，这个健身空间它的弹性使用其实非常高，因为我们使用了移动式的隔间。这个隔间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半透明的材质，它可透光但不透视，所以说如果健身需求以外，它也能够当作是客房来使用。秘诀2：书房间小孩房。30坪老屋因为建筑结构呈现阶梯状，同时有着梁柱过多的问题。虽然居住成员为单身贵族，也需要保留足够的空间弹性。君看设计的曹君达设计师要用什么方法，同时满足屋主需求，并化解空间窘境呢？稍早我们有提到屋主他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哈，那当然我们也聊到未来他很有可能有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，所以一开始虽然我们在安排它的主卧房的部分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，所以在我们的平面图上看到像我们上方它是床，那床尾的部分正前方是书房，开放式的书房。那书房它后面有一个书墙，书墙的后面呢，就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机灵性空间所设置的这个更衣室。那注意一下图面上的这个床尾以及书桌的中间，它其实横跨了一支梁。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在他的房间做了一个双开门的目的呢？就是为了考虑到未来他如果有小朋友之后，他其实是可以住到就是靠近更衣室的这个位置，它可以容纳的是一张双人床，然后还有这个主卧的卫浴设备，然后呢还有他未来另外一半的更衣室。那另外的在梁之前的这个空间呢，它就变成小朋友的一个居住空间。秘诀3：办公加阅读。40坪中古屋，居住人口为1家4口，原始格局虽然不算狭隘，采光也不错，但空间规划上却无法满足屋主想要的客厅办公区。够设计的设计师杨子莹该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把男主人的书房是安排在客厅，那主要呢，第一是客厅的 view 真的是非常好，再加上男主人有提出一个需求，他希望是他在办公的时候，小朋友是可以在旁边玩耍陪伴小朋友的，所以我们在沙发后面设计了一个回字形的动线，让小朋友可以在客厅奔跑玩耍。那加上我们这个书桌的设计也拉宽了客厅的比例。秘诀4：书房间收纳。37坪的新成屋，原始格局有3间房间，却不符合使用需求，同时也有着采光不佳、产生暗房与狭长走道的问题。文艺设计的设计师李少轩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改善呢？我们为了要让公共空间看起来更为开阔，所以在书房的隔间上，我们采用长虹玻璃。那在长虹玻璃，因为它隐光性很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客厅的光线引进来书房，让公领域整个是开阔的、延伸的，并且解决暗房的问题。秘诀5：书房加餐厅。23坪新成屋不仅有着过多的机灵角落，原始餐厅位置也使得动线不顺畅，屋主更需要一个使用频率不高却能够独立的书房空间。和光设计的设计师郑华要如何满足屋主需求，并改善生活动线的顺畅度呢？屋主有提到希望能拥有1间书房，但是因为使用频率不是很高，需要的面积也不是非常大，同时又希望能安排在采光最充足的地方，因此我们将书房的区域设定在靠近窗边的位置，而书房区域同时紧邻餐厅。为了让2个空间都能同时拥有好的采光，我们利用拉折门加玻璃隔间的方式来区隔这2个空间。
当拉着门推开的同时，便能形成回字形动线，让整个公共空间有所串联。好的，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。想看到更多格局改造的精彩秘诀，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。设计家新闻台，下次见。